有缘人。有一段对话发人深省。魔王对佛祖说，在末法时代，我会让我弟子都穿上袈裟去祸乱众生，让人间不得安宁。面对魔王的挑衅，佛祖并不畏惧，他这样回答魔王，我也会让我弟子脱下袈裟，进入红尘，去普度众生，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就会有一场人、鬼、神三界共同参与的大战。上一次是封神榜时代，这一次就是当下。一场万年一遇的好戏即将上演。人类社会利益集中的地方，必然是妖魔鬼怪最为猖獗的地方，因为妖魔鬼怪是循着人类的欲望而来。当人类私欲爆发，争夺利益越是激烈的时候，那些利欲熏心的人就越容易被妖魔鬼怪所控制，变成妖魔鬼怪的奴隶。同样也是在人类利益最集中的地方，也是神佛最集中的地方。因为那些能够在物欲横流的地方保持正心正念的人，会被神佛感应到，帮助他们战胜妖魔。其实中国的4大名著描写都是这样的故事，比如《水浒传》里36天罡星和72地煞星一起下凡，到了地球上成了108将，他们降妖伏魔，打抱不平，这是符合天道的。所以梁山泊打的旗号叫替天行道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世界上的很多斗争看似是人类的斗争，其实都是神与魔的斗争，只是他们附在了不同人的身上。所以人间很多斗争都是高维斗争的投影。金刚经把人的来源分为4种，分别是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。其中的化生就是指幻化而来的人，比如各种妖魔鬼怪，比如各路神仙，或者神仙的童子和坐骑等等。现在地球上人类分为3种，第一种是神仙下凡而来，是正义的化身；第二种是妖魔鬼怪的附庸，成了邪恶的化身；第三种是普通的人，就是凡夫俗子。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第3类人。这些凡夫俗子看似有眼睛有耳朵，其实他们都是睁着眼的瞎子。他们的3观都是被塑造的，只能负责站队和跟风，仅仅区分谁是天使谁是魔鬼，就需要很多人穷其一生的思考。而妖魔鬼怪专门寻找那些欲望深重、心术不正、利欲熏心的人，利用他们的欲望和邪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们就是为了破坏正道，而且魔道最容易先渗入人心的，因为魔道借助人们的欲望，借助了人性的大势。所以自古小人先得志，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所以也是各种观念认知泛滥的时代，再加上资本主义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的影响，使各种思想观念可以自由出现。而其实神魔的斗争的根源是各种认知，
各种思想观念的斗争。但是谁是神，谁是魔？哪种观念是神，哪种观念是魔？大家的认知是模糊的，所以神会说自己是神，魔也会说自己是神。所以要有一个大审判来明晰这些。这个审判主要是自己对自己的审判，也就是你的观念中既有神的观念，又有魔的观念。如果你是魔，你就会把神的观念当成魔的观念，魔的观念当成神的观念，进而否定神的观念，肯定魔的观念。如果你是神，你便会把神的观念当成神的观念，把魔的观念当成魔的观念，进而否定魔的观念，肯定神的观念。所以怎么判断是神是魔是很重要的。中国经济的上半场是各种妖魔鬼怪粉墨登场，很多所谓的名人、明星、网红、培训大师等等，其实都是妖魔鬼怪的化身，他们一直在祸害众生。而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是众神归位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有邪就有正，人间出现那么多黑暗势力，就必然会出现正义的力量来降妖伏魔，将各种牛鬼蛇神、魑魅魍魉一网打尽。上一个阶段就是地狱空荡荡，魔鬼在人间，各种魑魅魍魉、妖魔鬼怪、牛鬼蛇神全来祸乱众生，整个社会乌烟瘴气，混乱不堪。而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是处在火运阶段，自私自利的魔念的弊端基本上已充分暴露，所以是弃邪归正，是众神归位的阶段。这个时代很快也将会结束，因为有邪就有正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每当人间妖魔横行，就会有众神归位。这场较量将会很残酷，因为很多坏人已经修炼的级别很高，甚至比一般的神仙还厉害。举一个例子，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很多妖怪的法力都相当厉害，孙悟空都打不过，必须请如来或观音才行，说明很多坏人都快被封神了，需要大神才能降得住。妖魔横行的时代，也是众神归位的时代，人类在集体迷茫，人类也在集体觉醒，天使和魔鬼就在一墙之隔，我们一定要加以甄别，究竟如何区分谁是神，谁是魔呢？请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凡是放大你欲望的都是魔，真正的大道和正道让你听闻后更加解，并会让你学会内观和自我审视，不断的精进和圆满，从而走上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道路。然而就像《道德经》里说的那句话，上是闻道，勤而行之中是闻道，若存若亡下是闻道大孝之，不孝不足以为道。芸芸众生听到大道总是哈哈大笑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没有直接用处，不能直接用来赚钱。真正的大道和正道让你听闻后更加解，
并会让你学会内观和自我审视，不断的精进和圆满，从而走上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道路。于是那些妖魔鬼怪专门利用人性的无知来操控人类，利用人们都想一夜暴富、一夜成名的特点，专门放大你的欲望，教你如何一夜成名，如何一夜暴富，其实都是在利用你的欲望收割你。这些妖魔鬼怪专门寻找那些欲望深重、利欲熏心的凡夫俗子，利用他们的欲望和无知来达到自己目的。因此，越是心术不正的人，越是急于求成的人，越想一夜速成的人，越容易吸引那些妖魔鬼怪。放眼四望，人间已经不再是净土，妖魔鬼怪横行。之前很多歪门邪道都是被人唾弃，而现在却成了主流的赚钱手段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还把这些妖魔奉为成功人士，追捧他们，他们将整个社会的能量带入了黑暗状态，浊气太重，戾气逼人，小人当道，好人难行，这也叫正道难行。这句话一定要记住，凡是放大你欲望的人，统统都是魔鬼。很多人说2025年开始，整个世界的能量在悄悄发生转化，眼看着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，一个个被撕下伪装，而那些沉潜多年、心中藏光的人开始一一归位。你以为这是偶然，其实是众神归位的先兆。历史轮回，人鬼神三界之战再起，封神榜时代映照当下，万年变局拉开序幕，欲望深渊处，妖魔横行，蛊惑人心，燃红尘炼心之地，亦是神佛显圣之所。守住正念者，自得天助；利欲熏心者，终成魔奴。这场正邪之战不在外境，而在人心。妖魔鬼怪无处躲藏，披袈裟的不一定是佛，入红尘的也未必是魔。佛经早有预言，末法时期，妖魔披袈裟以惑众生。如今再看，多少光鲜的外壳下藏着欲望的深情，多少袈裟和道袍不过是商业包装的一部分。那些大讲佛法戒律的人，口中念经，心里盘算的却是搂着姑娘念佛经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那些自诩专家大师，胡说八道，拿捏人心漏洞，制造情绪焦虑的，会最先被送上业力的审判。可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天之骄子、大道行者，或许就穿着最普通的衣服，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修行，清扫街道的人，耐心照顾老人的护工，默默种地的农夫。他们不言不语，却始终活在善的波频中。他们没有喊口号，也不追风口，但他们心中有光，这样的光才是真正照亮世道的火种。而众神归位，不是天人下凡，而是心中光明被唤醒。
众神归位并不是指哪位高人下凡，神仙现世，而是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纯净、真实、有力量的自己开始觉醒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你越来越敏感，不再轻信那些说教的导师，不再随波逐流，也不再迷恋浮华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那是你内在的神性开始苏醒了。神不在庙堂之上，而在一颗正直不屈的心里。那些能在黑暗中坚持真诚，不为私欲所动，即使被嘲笑也坚持善良的人，正在被天道一一记下。3、妖魔鬼怪的特征，放大你的欲望，偷走你的本心。你是否刷到过这样的信息？学会这3招，3个月买房，5个思维逆转，月入10万，看似在给你希望，其实是在挑动你的欲望。他们不是帮你解困，而是用你的焦虑喂养他们自己的能量场。妖魔最喜欢利用人性的漏洞，急躁、贪婪、虚荣、恐惧。他们不是来杀你的，而是悄悄绑架你的思维，让你相信速成、捷径、掌控命运。可你真信了，灵魂就开始沉睡，天命就慢慢偏离。而神是来提醒你的，神的语言往往安静、朴素，不强迫。他们不会告诉你马上就成功，而是会问你愿意先面对真实的自己吗？4、现世报的加速，是清算，也是净化。这几年，很多神坛上的人物突然跌落一些白莲花的人设，被揭穿。今天走上热搜的那位光头大脸、浓眉大眼的佛门 CEO 被抓，有人痛快地说，这就是报应，但其实更深层的是天道的洗牌。曾经的因果报应，藏在来世如今的因果，已提前在今生。那些你曾暗中伤害过的人，那些你曾悄悄隐瞒的事，如今一个个浮现，逃无可逃。这不是惩罚，这是业力在做减法。越早面对，越早轻松。龙蛇之年，有一种无形的秤正在悄然运转，衡量的不是财富权利，而是你的心。你的心是善是恶，是成是伪，是静是然，一切都瞒不过这道天眼。5、如何自处，在黑白交界中守住自己的光。末法时代不是让你恐惧的，而是提醒你，修行的考场已经不在深山古寺，而是在你每天面对的选择里。你会不会为了一点点利益说违心的话？你会不会因为别人看不起你而强行炫耀？你会不会被欲望牵着走，一步步远离原本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？如果你开始警醒，如果你愿意每天反观自己的内心，并用行动去修正自己，你就是红尘中的修行者，你已经站在神的队伍里了。6、这是一场灵魂的大迁徙，每一个人的站位都将决定未来。今天的你选择看清真相，
明天的你就能走上真正的正道。那些在暗处操控众生的黑影，正在被光一点点照亮那些以佛法为名行夺利之实的伪修者，一个个现出原形。这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你依然在迷雾中麻木不觉。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封神榜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上榜，但每一个守住本心、心怀正念的人都有资格被铭记。所以有缘人，当魔子魔孙混入红尘，请守住你的那份真，请照顾好你心中那一盏光，它不必耀眼，但必须长明。在这样一个黑暗又光明的时代，很多天选之子会降生，他们的降生是为了守护地球的正义，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。正义必将战胜邪恶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提醒大家一句话，如果有一天让你站队，请务必站在正义的一方。这又是一场封神的时代，这场较量之后，那些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人都会被封神。历史一定会铭记我们这个时代，因为它太特殊了。每个对这个时代有功劳的人都会被刻在人类的功德簿上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这个时代混沌而清明，混乱中藏着秩序，破碎中孕育重生。我们不需要去寻找神明，也不需要依赖谁来救世，真正的力量就藏在你我日常的一念之间。愿你看清黑暗，却依然相信光明。愿你在风雨中依旧选择温柔。愿你成为自己心中的神，然后静静归位。如你愿，可将这个影片送给你心中那些也在挣扎、也在寻找的人。愿这份温暖悄悄点燃更多灵魂的微光。如果你感受到内在的共鸣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内心感应的一句话，让我们在彼此的声音中认出同频的你我。众神归位的时代从你我之间开始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